继3个月前长达7小时的激烈对谈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年内第2次在第三国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深入会晤。双方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均肯定了此次会谈的成效，并同时强调了保持交流的重要性。外界注意到，中美高层近期会晤频繁，两国防长上周在新加坡也举行了线下面对面会谈。分析认为，近期美方执意加大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的背景下，中方的密集表态既释放保持与美方良性互动的善意，更表达了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坚定意志。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周一，杨洁篪同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以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主线，加强接触对话，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双方均认为保持沟通渠道顺畅是必要和有益的。杨洁篪指出，美国一段时间以来执意加大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这不仅解决不了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致使中美关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极大损害了两国在双边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局面不符合中美双方和世界各国的利益。杨洁篪强调，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应端正对华战略认知，做出正确抉择，把拜登总统的4不一无意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同中国相向而行。所谓的4不一无意，指的是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在涉台问题上，杨洁篪强调，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方立场毫不含糊，坚定不移。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任何阻挠、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行为都必将彻底失败。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处理不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这个风险不仅存在，还会随着美大搞以台制华，台湾当局大搞以美谋独而不断升高。美方不要有任何误判和幻想，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必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此次中美高层会晤的涉台表态，主要是延续今年3月份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时的基调，包括颠覆性影响的提法。但通过杨洁篪再次与美方强调台海议题，中方传递了2个信号：一个就是，希望美方不要继续支持台独，中方会坚决反对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另一个也是向警告美方，美方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中方绝不会妥协退让。这是中方希望向美方发送的这个主要信号。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此次卢森堡会晤是杨洁篪和沙利文2年来第4次面对面会晤。此前双方分别于去年3月、10月和今年3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瑞士苏黎世和意大利罗马举行会晤。上月18号，杨洁篪还应约与沙利文通电话。在中美关系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两国高层能够保持定期会晤通话，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就两国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也传递出中美有意愿管控矛盾分歧的信号。而从美方发布的新闻稿中也可以看出，中美均肯定了此次会谈的成效，并同时强调了保持交流的重要性。美国白宫发布的新闻稿称，双方就一些区域和全球安全课题以及涉及到美中关系的关键问题进行坦率、实质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沙利文强调了保持沟通渠道开放以及控制两国间竞争的重要性。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注意到，此次中美高层会晤时间很长。一名高级政府官员透露，会谈进行了近5小时。报道提到，这是继3个月前在意大利罗马长达7小时的激烈对谈后，中美再次进行马拉松式会谈。CNBC 的报道还透露，在会议期间，华盛顿和北京都同意在未来进行会谈，但其拒绝提供任何具体细节。和其他前面几次通话或者会晤一样，都谈到了不可避免谈到中美双方都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台湾问题、俄乌冲突等等。
这一次呢，可能比前面几次谈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朝核问题，也就是最近国际媒体都在大肆炒作朝鲜可能在近期进行第7次核试验啊，在这种状态下呢，作为这个中美作为这个朝核问题两个非常重要的当事国啊，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沟通协调。除了杨洁篪和沙利文的会晤，上周五，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会谈。魏凤和表示，美国必须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不要攻击抹黑中国，遏制打压中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相会期间，中美防长就台海议题进行了多次交锋。魏凤和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做大会发言时强调，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的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实际上，中方之所以密集就涉台问题向美方划清红线，就是为了反制美国打台湾牌、说一套做一套的举动。相会刚落幕，美台勾连却变本加厉起来。据台湾联合报周一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台当局和美国的防务部门官员将在美国陆续召开3场会议，包括由双方军方主导的例行工作阶层会议、防务安全对话与蒙特利对话。蒙特利对话为美台之间重要军事安全会议。今年台湾地区代表团参会人员规格也较往年有所提升。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台军事交流更加台面化，美台会谈也将涉及更多与防卫相关的议题。美国一直以来是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啊，也就是说和做啊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表示要尊重这个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但另一方面呢又为这个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啊，屡屡采取各种这个挑衅行动加强与台湾方面的这种安全合作啊，实际上就是为台独撑腰啊。这种矛盾言行上的矛盾不一致呢，实际上也是美国希望借此，特别是中方难以判断美国在台湾出现紧急事态的情况下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是他的一种耍弄的一个花招。除了涉台问题，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态势不仅没有放松，还不断翻新花样，频频搞小动作。美国2党议员周一就一项提案达成一致，这项提案将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利，让它可以阻止价值数十亿美元向中国的投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断强化不合理的投资审查，给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正常经贸投资合作制造困难和障碍，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贸易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是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大市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美方政客对中美正常经贸合作无端设限，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只会让自己画地为牢，错失发展机遇。此外，美国近期抛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鼓动北约将其军事触角伸向亚太，妄图在亚太地区挑动阵营对立，煽动冷战思维回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底还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这是拜登政府迄今就两国关系最全面系统的一次政策阐述。这篇洋洋洒洒的演讲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将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的企图一览无余。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近期美方执意加大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的背景下，中方的密集表态既释放了与美方保持良性互动的善意，更表达了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坚定意志。因为中美之间这种分歧它是根深蒂固，你仅仅通过几次对话是无法化解，但是对这些分歧矛盾进行管控，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让它不要失控，
不要升级，不要影响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个是完全可以通过对话来实现的。上周一至本周五，美军在关岛及周边地区展开2年一度的英勇盾牌2022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印太司令部海陆空三军超过13000人出动，并集结林肯号和里根号2支航母打击大队，连同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举行所谓3航母海上演练。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演习中，美军还在塞班岛布置类似东风系列导弹的全尺寸战术模型，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英勇盾牌系列演习是美国2年一次的实地训练演习。2006年首次开展，今年是第9次。该演习完全由美军部队参与，是美军在其所谓的印太地区规模最大、实战化程度最高的多军种演练。根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官方介绍，英勇盾牌演习的重点是在多域环境中进行跨军种、跨地域的联合训练，通过开展海上、空中、陆地以及网络空间的探测、定位、跟踪和交战等多种科目，强化太平洋地区各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本次演习参演兵力包括整个印太地区的美军部队，包括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空军、太空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参演战机超过200架，参演兵力超过13000人。参加演习的海军舰艇编队包括美国海军林肯号和里根号航母打击大队，连同蒂利波里号2栖攻击航母所在的2栖戒备大队。当下，这3艘航母或准航母正在菲律宾海域进行相关科目的军演。美国海军周日发布了3艘军舰合影的照片。演习中，蒂利波里号在前甲板上停靠了14架 F-35B 战斗机，再次检验了其轻型航母的概念。美军在相关报道中也将蒂利波里号从2栖攻击舰改成了航母。据悉，这也是美国年内第2次在我周边海域举行3航母演练。今年1月下旬，美国海军曾出动卡尔文森号和林肯号2艘航母，以及美国号2栖攻击舰在菲律宾海举行了演习。随后，上述2艘航母结伴闯入南海，其编队的水面舰艇曾一度逼近西沙。除了海军部队，美国陆军在演习过程中进行了爱国者导弹部队跨地域运输的演练，其工程部队甚至演练了在北马里亚纳群岛抢修路的科目。海军陆战队则出动了海马斯火箭炮和2栖登陆兵力，检验了威胁环境内部署等新作战理念的实际应用。另据《星条旗报》报道，作为英勇盾牌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计划于周3在帕劳首次实施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实弹试射。近年来，帕劳在美军印太布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2020至2021年间，美军已先后完成了现役2型4代战机 F-22和 F-35在帕劳机场的加油训练，并演练了通过海陆和空路向帕劳运送人员和装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学者认为，不排除美国未来在帕劳部署中程或中远程导弹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演习中，美军还在塞班岛布置类似我东风系列导弹的全尺寸战术模型。美军在塞班岛进行了大量的演习，外界推测这是模拟解放军的导弹阵地，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美军这次演习中，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些部分，可以算是叫自然而然的就添加了进来，因为。虽然说我们如果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觉得这个导弹发射车一点也不像，而且做工非常的粗陋啊，很简单。但是对于美军来说，这意味着在演习中他考虑到了这类武器的元素。这一方面呢是说，我们说美国人不怀好意，他时刻的希望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挑事，要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加入这些元素，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新型的新制作战力量的一种这个能力的认可，他认可你是一个有威胁的可能对这个战局产生变化的这么一个影响因素。除了英勇盾牌演习，6月29号至8月4号，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最大规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环太平洋2022演习，也将在夏威夷群岛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及周边海域举行。此次演习在全球安全局势因俄乌冲突日趋动荡的背景下进行，备受各界关注。
美国海军发布消息称，此次演习旨在增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互操作性。无论是参演国数量、出动舰艇规模，还是兵力配置，都将创下历史新纪录。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将担任演习总导演，第3舰队司令史蒂夫·科勒出任演习导演组指挥官，负责演习的具体实施。演习内容包括反舰作战、反潜作战、反水雷作战、两栖登陆作战、海上机动、防空演习，以及海上拦截与登舰检查、海上救援、爆炸物处置等。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在这次环太演习中，美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将首次亮相。今年3月，美海军陆战队正式将之前以步兵为重点的团转变为一个将采用更小、机动性、具备远征先进基地分遣队功能并配备反舰能力的团。这些变化将更符合海军陆战队设计的2030战略，以重塑其部队。而根据一位美军发言人的表述，新组建的滨海作战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跳岛战术，即所谓的美军远征前沿基地作战的战术。所以这次滨海作战团参加环太军演，很有可能预示着美军将在此次军演中演练该战术。过去的几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应对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它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它把自己传统的这些主战坦克全部退役了，然后开始采购新一代的两栖装甲车辆等等，整体上就是说希望这个海军陆战队能够回复到冷战时期那种能够发动两栖登陆，然后在这个地区作为一支这个美军的介入力量，投入作战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说在这次这个作战中，他的这个滨海战斗团，应该来说就是把过去这几年美军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做一个集中展现吧。除了强化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军还加大以解放军为假想敌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上周四，美国空军在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正式重建第65入侵者中队，此举引起了各方关注。美国空军表示，该中队将全部装备 F-35A 隐形战机，并致力于模拟中国正在拥有的先进空中力量。在仪式现场，美国空军展示了一架第65中队的 F-35A 战斗机。外界注意到，这架 F-35A 涂装了酷似中国空军歼20战机曾经使用过的割裂迷彩图案。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凯利在仪式上说，由于中国第4代战斗机发展所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必须将我军现有的一部分4代机用于模拟对手的4代机威胁。第65中队成立于2005年9月，该中队是美国空军专业假想敌部队之一。当时装备24架 F-15C、F-15D 重型战机，主要扮演俄罗斯空军的苏27战机。不过，2014年9月，第65中队因预算缩减而解散。而随着美国日益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空军于2019年宣布重新组建第65入侵者中队。新加坡相会上，尽管中美防长举行双边会谈，但美国对华军事围堵并没有缓和迹象。本月的英勇盾牌演习中，美军考验跨军种、跨地域的联战能力，矛头直指大国竞争甚至对抗。那么您对此如何观察呢？从公开的信息看，英勇盾牌的联战构想看似以航母打击群为核心实施联合作战介入，但本质是锤炼利用一岛链诸岛环环相扣的地理优势，美军有效阻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把军力向西太投送。另一方面呢，又立足于岛链，实现自身火力向对手的本土投射，弱化其持久战力。换句话说，美军不仅要通过演习来评估航母的攻击力，还要考察在大国对手的反介入去拒止下，缺乏制空制海权的一岛链能否为美军所用，持久的对敌投射火力。我注意到义勇盾牌里广泛用了美陆战队远征队的兵力兵器，模拟他们登陆目标岛屿，以此为基地，用强大火力打击敌方的舰艇编队。而美军传统的航母呢，则更多扮演后续增援，为基地提供掩护，确保相关的侦察监控、火力投射、后勤增援不受干扰。从这个角度看，美军恐怕不是在演练常见的海空决战，而是更讲究军种联合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也就是 EABO。 按照去年美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指南，
这种作战的特征是在己方不能拥有海空优势下，如何直面对手的饱和打击，利用坚守的孤立岛屿发扬火力，削弱乃至抵消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可见，参演英勇盾牌的美军确实很强大，但利益却是敌强我弱。我们能从中品味出什么呢？那就是美军主力距西太一岛链太远，海空兵力集群再强，有事到达时都会面临巨大的时间窗口，而对手的近海作战能力之强是毋庸置疑的。而本月由美国联合盟友进行的环太演习中，号称美海军陆战队改革试金石的滨海团将首度亮相。那么，您觉得这个作战单位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滨海团就是美国陆战队遂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中坚，它的兵力只有美陆战队现役步兵团的1半左右，也就是2000来人，使用基于中小型轮式车所搭载的海马斯火箭炮、岸舰导弹等等，在运输机、旋翼机或者浅吃水的登陆艇帮助下，快速登陆西太离岛，建立远征前进基地，在此实施远程的反舰防空作战，封锁周围的关键水道，或者为陆战队的 F-35B 飞机上岛提供诸如像加油、挂弹等等支援。实际上，美军是拿上岛的滨海团充当不沉的航母来用的，以保证分布式杀伤效果。实际上，美国搞滨海团，与其说能在大国对抗中扮演主角，倒不如说是美国给盟国提供协防信心，鼓励盟友自觉地担起防务责任。美国人之所以把滨海团的首秀放到多国参演的环太演习，恰恰是寻求别国的合作，在东半球营造第2个北约盟军的氛围。这一点已经被日本的媒体所证实。像前年，美陆战队在琉球的伊江岛搞跳岛作战，全程模拟空中突击夺岛、空军运输机快运火箭炮、陆战队员迅速展开、射击完撤退等4个环节。日本的陆自全程观摩并参与作业。今年的2月呢，日本的陆海自又跟美军在宫古海峡附近的离岛进行类似的远征前进基地演习。日本陆自为美军提供了从反潜到护航以及电子对抗等等保障，这些都能为今后美军滨海团的投送和作战提供便利。因此，我们今后不仅要警惕美滨海团在我周边出没，更要认真思考我周边国家对美军事协作，并寻机插手台海的可能性，及早的做出应对。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两国军队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激战。乌克兰军方周一承认，俄军已挺进北顿涅茨克的中心地带，击退驻守乌军。目前，该市3条连接外界的桥梁均已被毁。俄方呼吁乌军尽快投降，但乌方则表示其武器后勤补给并未被彻底阻断。而随着冲突将进入第5个月，有乌克兰议员担心消耗战持续，西方媒体对这场冲突的关注度正在下降，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逐渐减少，最终导致俄方推动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周一早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军已攻入乌东城市北顿涅茨克市中心，击退了驻守乌军，并控制了该市70%至80%的地区。乌方还表示，北顿涅茨克市的激战中，俄方炸毁了北顿涅茨克市通往利西昌斯克市的最后一座桥梁。目前，该市3条连接外界的桥梁均已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同一天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空击导弹打击了美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的大量武器装备。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个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北顿涅茨克市是卢甘斯克地区的行政中心，是目前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也是乌军在卢甘斯克地区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与北顿涅茨克市一河之隔的利西昌斯克市长期被乌军所占，此前两地间互有物资补给往来，而随着最后一座桥被炸毁，北顿涅茨克实际上便失去了来自外界补给的最主要通道。俄方专家预测，若乌军未来几天内不从该市撤出，留给他们的选择就只有投降。当这个就是作为主要的这个
后勤通道的这种桥梁被炸毁之后呢，这些微量的这种零星的这种补给，无论是空投还是通过这个渡河这种来补给，其实都是难以支持这个守军的需要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北顿涅茨克的守军现在大势已去。目前战斗仍在持续，俄方呼吁乌军投降，但有乌方官员则表示，乌军仍守住全市30%地区，其武器后勤补给并未被彻底阻断。位于北顿涅茨克市的亚速特化工厂正遭到猛烈炮击。该厂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地下筑有防御工事，预计可容纳将近2000人。目前大约有500名乌军在该化工厂在驻守，以及数百名平民。外界估计，其中大部分或为该厂员工及家属。乌军指挥人员称，担心该工厂成为南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翻版，并强调乌克兰急需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等关键武器。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发表声明称，自莫斯科时间15日8时至20时，俄方将开通通往卢甘斯克地区斯瓦托沃市的人道主义通道，用于撤离位于北顿涅茨克亚速特化工厂内的平民。此外，俄方敦促化工厂内的乌克兰武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释放被扣押的平民并投降。这个亚速特化工厂的这个可能他没有办法坚守这个像亚速钢铁厂那样坚守那么长时间。这个亚速特化工厂和亚速钢铁厂之间，它们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它没有这个亚速钢铁厂那么完善的地下的这种防御的设施。这个化工厂的政治意义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不一定是让坚守那么长时间。北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呢，实际上是从2月份开战以来就一直没有撤换过，一直坚守。所以他们的这个无论是士气还是这个疲劳程度，实际上是都已经疲惫到了顶点。所以说这个很难坚持那么长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在战役中付出了高昂代价，呼吁乌方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现代化武器，以确保乌方处于优势。Ціна цієї битви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исока. Вона просто страшна. І ми щоденно звертаємо увагу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те, що тільки достатня кількість сучасної артилерії для України забезпечить нашу перевагу і нарешті кінець російських знущань над українським Донбасом. 同一天，乌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指责西方领导人缺乏紧迫感，称其不愿认真解决乌军在远程武器方面的巨大劣势。波多利亚克称，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应该输，就直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只收到了这种级别的武器。据报道，波多利亚克首次明确给出乌军扳平劣势所需的武器规模：1000门榴弹炮、30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500辆坦克、2000辆装甲车和1000架无人机。波多利亚克上周在接受采访时呼吁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他周一则一改此前请求呼吁的态度，而是首次直接向西方国家列出乌军所需的武器数量。由雇佣兵组成的乌克兰外籍军团的发言人德米安·马格罗周一也对西方喊话称，向乌克兰军方提供援助的西方伙伴似乎有些自满，自认为目前的援乌武器足以让乌克兰赢得战争，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能让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人的东西。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第2阶段军事行动之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顿巴斯的这个战争形态主要是这个炮战。而在这个炮战中呢，实际上，乌军一方的这种在重火炮和这个弹药的补给上面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而这个西方此前这个并没有提供足量的这个重型火炮呀、炮弹呀，包括反炮兵雷达等等这些援助。有一些相关援助呢，现在还真没有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还在后方训练，所以说这就导致这个乌军在这个战场上是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另据英国《卫报》周日报道，乌克兰议员雷西亚·瓦西连科表示，俄乌冲突即将进入第5个月。过去2个月内，西方媒体对这场冲突的关注度已持续下降。若消耗战持续下去，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逐渐减少，而俄罗斯则可能会耗尽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关注，从而逐渐推动达成某种和平协议，而那将导致乌克兰更大的分裂。
报道称，随着冲突继续，乌克兰一方在武器和其他援助方面越来越依赖西方，并且还需要援助资金来进行战后重建。但据2名匿名乌军事指挥官透露，目前一些关键装备供应不足，也缺乏与西方在作战小队层面的实质信息分享。其实5月和6月以来呢，欧洲国家内部的它的这种无论是精英还是这个平民，它的这种观念呢，其实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它的这一股子劲儿过去了，现在其实有很多精英、很多学者都在转向说，我们要是时候结束这个战争了，让乌克兰接受这个战败的现状。但在乌方官员狮子大开口的同时，俄国防部称乌士兵在撤退时匆忙丢弃笨重的西方武器。据俄国防部周一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俄军从乌军手中缴获的武器包括美制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美制 M2 勃朗宁大口径机枪以及瑞典卡尔古斯塔夫榴弹发射器等武器。此外，有情报公司甚至在乌克兰黑市上发现有人转售西方提供的军用级武器。有不少分析人士对于这些西方武器的扩散和流向感到担忧，认为这会给地区稳定带来潜在风险。They openly came out and said, well, listen, we should send weapons. It's a good way of killing Russians and weakening one of our main adversaries. And we put none of our own lives on the line. Let's fight this to the last Ukrainian, because the result will be, yes, of course, the Ukrainians will pay a heavy price, but the Russians will be severely weakened as well. And this has been an objective. I think we've had this incentive for a long time to prolong the war. 随着时间推移和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对于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在北约内部也产生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公开喊话德国总理舒尔茨，要求其明确自身定位，不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摇摆不定。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基辅接受德国电视2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需要来自德国的援助，德国总理舒尔茨必须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做选择。过去一段时间，乌克兰一直在批评德国破坏了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指责其在提供武器方面行动迟缓，并将自身的繁荣置于乌克兰的自由和安全之上。在德国国内，舒尔茨的执政联盟中也出现反对声音，认为舒尔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领导方面存在缺陷，而这种内部裂痕将会破坏西方国家对抗俄罗斯的团结。德国呢，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啊，它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复杂，再加上德国还是2战的这个战败国吧，在这一些问题上也不能过多的积极，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目前，欧洲方面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内等多国领导人都已访问过基辅，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但舒尔茨却迟迟未有相关访问计划。在舆论的压力下，有消息称，舒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计划于本周4前往基辅展开工作访问。此访结束后，7国集团峰会将于本月底举行。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在英国脱欧以后，成为好像新的3驾马车一样的，担负起欧洲安全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重任。他们现在这个要去安抚基辅的同时，要想一些其他的一些对策，包括粮食危机是不是通过波兰的波罗的海那边出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都要去做一些协调吧。事实上，德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北约内部存在的巨大分歧。周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后表示，在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可能的，问题只是在于让乌克兰愿意为此付出多少领土、自由和民主。他补充说，北约打算继续提供武器，帮助乌克兰在与俄谈判中给予最强有力的地位，而谈判应该结束作战行动。斯托尔滕贝格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5月下旬就做出预测性发言，呼吁西方向基辅施压，以恢复与俄和谈，即使乌将不得不在此过程中失去部分领土。虽然美国和英国官员公开坚称乌克兰能够打赢俄罗斯，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报道显示，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在乌克兰官员缺席的情况下会晤，试图策划停火与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新闻周刊还指出，当美、英、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对俄造成战略性失败时，德国、意大利、法国更关心尽快结束战争。西方的所谓的团结支持它是有限度的，包括西方现在制裁一些反作用。马克龙最近说了，要增加军备的话，应该自己生产武器，不要老是买美国
对吧？所以在北约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北约方面正为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一事全力斡旋。周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芬兰期间表示，土耳其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北约仍在与土耳其进行谈判。And these are legitimate concerns. This is about terrorism, it's about weapons exports.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at no other NATO ally has suffered more terrorist attacks than Turkey. 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关于申请加入北约的事项，芬兰将与瑞典共进退。如果瑞典因无法及时解决土耳其的担忧而推迟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芬兰不会单独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5月18号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土耳其政府近来多次强调，两国必须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以及居伦运动的支持，并解除对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瑞典表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流程比预期复杂，两国获准入约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即将在6月底举行的北约峰会不是批准两国能否加入北约的最后期限。考虑到土耳其方面的关切，瑞典将从7月1日起对反恐立法进行修改，这将进一步加强反恐斗争，并将确保该国武器出口的立法框架。据悉，新法规定了对包括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罪行的惩罚。And we a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and have engaged in a dialogue together with Finland in order to find a way forward with Turkey.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谈到俄乌冲突的和平前景时说，要看乌克兰愿意在领土和主权上妥协多少。那么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北约秘书长的话呢，让西方震惊，变相的承认北约国家呢有点扛不住了，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上无法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援，而且自己的经济呢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看不到乌克兰呢有胜算的可能。他讲话的第二天呢，美国股市下跌加剧，标普500呢进入了熊市。俄罗斯切断乌军后退的线路，炸掉桥梁，夺得北顿涅茨克，意味着乌军呢几乎要丢掉顿巴斯地区。那么最尴尬的是，100多天的战事对俄罗斯严厉的经济制裁，现在呢反向制约欧美。美国的通胀率高达8.6%，德国通胀率50年来最高。而俄罗斯开战后在能源上赚到的钱呢，居然比战前几个月还要多。当冲突，特别是经济制裁反过来伤害欧美的时候，那么欧美国家呢，不仅开始分化，而且相互算计，准备如何退出了，如何摆脱危机。这烂摊子呢，则要交给乌克兰自我解决。北约秘书长呢，在赫尔辛基的讲话，我觉得是给出了北约国家退出援乌抗俄的线索，就是呢，要乌克兰呢让出部分领土和主权，与俄罗斯进行停战谈判，免得呢连累了欧美经济。北约秘书长呢还提到2战中芬兰以土地换和平的例子，显然呢是暗示这个乌克兰呢也可以学习现实一些。那么可能的结果呢，就是俄罗斯获得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部分领土，换取停战协议。乌克兰呢则芬兰化，成为中立国家。当然呢，欧美对俄经济制裁可能还要维持，但是呢，先停战再说。那么俄罗斯想要什么，能得到多少呢？就是接下来要谈判的重点。但可以预见的是，俄乌即将从冲突转向和平谈判。痛骂和攻击普京的西方领导人，恐怕呢还将与他礼貌的打交道。据报道法德意3国领导人将要一起去基辅，恐怕呢是去劝说这个泽连斯基别打了，打不过当然呢，也不排除在开启谈判以前，北约国家呢给乌克兰的先进重型武器，可能呢要发一下威，让俄军呢吃点苦头，给乌克兰留点面子。恐怕呢有一场激战，但大事是这个北约国家呢已经患上了战争疲劳症，不想呢把战争呢拖延下去。
北约秘书长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事也有个表态，说土耳其的安全担忧是合理的。那么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呢也是无可奈何，准备妥协了。这次呀，这个俄乌冲突，北约其实呢有2套获胜的构思，一呢是乌克兰奇迹般的阻挡住俄军的进攻，能把俄军呢挡在顿巴斯地区。那么俄罗斯经济呢在制裁下这个无法支撑战事以后，那么就可以谈判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呢，在开战前就放过风，说呀，这个俄军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可以容忍，指的呢就是俄罗斯解放顿巴斯，但不要进攻乌克兰南部地区。俄军呢调整军事策略以后，集中兵力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发起了进攻，而且呢，这个乌军呢是节节的败退。这个时候呢，北约拿出了第2套获胜的思路，就是要这个瑞典、芬兰呢加入北约，这样呢就形成了乌克兰败了，北约却胜利了这样一种格局。因为俄罗斯呢发起军事行动，志在阻止北约东扩，而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反倒实现了北约的进一步扩张。那么俄罗斯呢不就失算了吗？瑞典、芬兰呢这个动起加入北约的念头呢，我想一定有大国呀在背后支持和怂恿。但是呢，土耳其却拒绝。那么现在呢，北约秘书长说呀，土耳其的反恐诉求可以理解，其安全担忧呢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北约的扩张念头呢被暂时搁置了，不再给这个俄罗斯呀施加地缘政治的压力。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我猜测是北约国家将要和俄罗斯呢加快接触，尽快的启动停战谈判，争取啊在冬季来临前呢这个熄灭俄乌战火。创纪录的通货膨胀，连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社会面临一连串的棘手难题。拜登政府显然难辞其咎。多家民调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40%以下，创下新低。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宫周一确认拜登将参选2024，这引发了民主党支持者的极大忧虑。要知道，到2024年大选时，拜登已经81岁高龄。被问及拜登是否有意在2024竞选连任时，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一给出了肯定回答。但对于一些民主党人来说，年近80的拜登将代表民主党竞选下任总统，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大多数美国人曾对拜登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美国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2020年的数据显示，在拜登就任前，59%受访者认为他可能无法完成4年的总统任期。拜登就任后，因为多次差点摔倒和一些奇怪的手势，使得其健康问题一直广受外界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日前采访了50名各层级民主党官员及2020年曾支持拜登的选民，他们对当前民主党的前进道路异常悲观。一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直言，拜登应该在中期选举结束后宣布他不打算寻求连任。一名民主党支持者表示，根本没想过拜登成功连任，他需要一个更年轻的候选者，而不是一个七老八十的人。这些忧虑并非无的放矢，毕竟美国民众对拜登的不满在增长。美国劳工部上周五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8.6%，再创40年以来的最大值。至此，美国 CPI 月同比涨幅已连续3个月超8%。而截至5月，美国食品指数上涨了10.1%，能源价格的涨幅更是达到34.6%。纽约时报报道称，油价高企推高了生活成本。This is definitely shocking. So that's shocking. That's the most expensive that I ever paid for gas, ever. I don't know what they can or can't do, but they need to fix it. 受到高通胀的影响，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标普500指数跌幅3.88%，指数较年初高位下跌22%，技术上确认进入熊市。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更高达4.68%，今年以来累计下跌约30%。面对这样的经济窘境，拜登的做法是赶紧甩锅给俄罗斯，再抛所谓普京涨价指控。拜登上周五在洛杉矶港对码头工人喊话，声称普京必须为天然气、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负责。我觉得拜登的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逻辑跟这种经济理论的这种根据，因为你不准备需要采购的时候就缺油。OPEC 现在就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跟美国的关系越搞越糟。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美国的经济衰退呢，
就是过去种的因，现在所结到的果。美国财长耶伦上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也承认，随着对俄制裁加码，美国能源及消费品价格将继续上涨。美国广播公司6月初民调数据显示，约有71%的美国人不认同拜登对于通胀的处理方式。拜登总统还有甚至之前的特朗普总统来讲的话，他们这2任总统在任内的时候，大量的印钞，大概多发了差不多8、9万亿美金的钱，在全世界的市场上，更多的资金去追求相同的产品，一定会涨价。在今年底11月的这个选举当中，可以预见美国的民主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